我是空服咪咪。这几天呢，在网上知道一个瓜，就是东海航空机组人员的空中乌偶事件。一般的这种空中打斗的事件呢，通常都是乘客对机组人员，或是乘客对乘客的。现在是机组人员内讧哦，哇塞，这个瓜可大了。而且啊，事件的导火线呢，只是因为一个乘客想去洗手间而已。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也会导致机组人员大打出手了？乘客上过洗手间又怎样影响飞行安全呢？今天就给大家扒一扒当中的内幕，想知道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。对了，我的频道是以空姐的角度讲一些航空资讯的，如果想听我说一些航空小故事的话，就快来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整个事件哦。前几天呢，有乘客在网络上爆料说，深圳的东海航空在2月20日的 D36297航班中，有一名男乘务员跟机长互殴。起因呢，是因为有一名头等舱的乘客想去洗手间，但那时候那个机长呢已经在洗手间里面了，所以呢他就叫那个乘客先回去座位等待一下。怎知道机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乘客还在，没有离去。那机长呢就把全部的怨气都发泄在头等舱那个乘务员身上，说他工作不到位啊，影响飞行安全啊。他们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，机长的门牙被打断了半颗，乘务员的手呢也手部骨折了。航班飞到西安以后，那个乘务员呢也不想跟机长在一起飞了，就自行买票返回了南通。这个事件呢，的确是挺影响飞行安全的。诶，我说的不是上洗手间的乘客哦，我说的是打架的机长跟乘务员呢。飞机还在飞耶，这么一打，整个机组很有可能会少了2个人力的，这在飞行安全中可是不小的事情。大家要知道，每一个航班的机组人员都有最小的人数限定，比如说一般民航飞机最小都会有2个驾驶员。飞行时间长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有3个驾驶员轮着休息，不会只有1个飞行员在飞的。又例如，空服的数量比例通常都会跟逃生门成正比，比如说有6个逃生门，那就会有6名或以上的空服员在。因为空服员是需要在紧急的情况下开门协助逃生的，所以一般1人就负责1个门，除非有一些小型一点的飞机。我这个门呢跟对面那个门距离很近，那我就可以1个空服员负责2个门，我先开我这个，再跑去看另外一个，那这个人数就可以小那么1-2个人了。但这个是例外。我说这些其实想要告诉你，机组人员的健全 manpower 是很宝贵的。万一在那个航班上，机组人员只达到最低要求的人数，就是1个都不能少，这时候你们跑去打架，如果像是严重到影响你不能执行你的职务的话，比如说机长驾驶不了飞机啊，或是乘务员上到实在没有办法在紧急的情况下开门逃生，而又没有多余的人力去接替他在安全方面的工作，那这个飞机就飞不了啊，很有可能要紧急降落的。幸好这一次他们上到没有影响到工作，要不然啊，抒发完了我的心情，就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导火线吧。导火线就是那个在等洗手间的乘客。为什么机长会因为他这么生气到要迁怒乘务员呢？原因呢，就是因为那个乘客站的位置真正就在驾驶舱的外面。我们常到的那种民航机啊，一般驾驶舱门外都会有一个洗手间，供驾驶员跟坐在机头的乘客使用的。作为乘客的我们，用那个洗手间本来是没有问题的，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。只是洗手间离驾驶舱那么近，如果你站在门外等的话呢，它站的这个地方就有点尴尬了。那说这个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谈一下驾驶舱的问题。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，以前搭飞机驾驶舱的门是没有锁的，你甚至可以在飞行的途中随时走上去跟机长 say 个 hi。但在1980年开始，驾驶舱门上锁系统面世，而且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，为了防止劫机等罪恶的发生，驾驶舱门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升级，成为了无坚不摧的防线。尽管这个门那么的坚固，
也是有反驳到的时候的，那就是机长开门的那个瞬间。所以回到这个事件，机长生气的点在于，他觉得那个乘客一直站在驾驶舱的门外，可能他进出舱门的时候会有点不方便，导致一些安全的隐忧。他这个想法原则上是没错的，但是他的做法却有点太夸张了。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，我觉得机长跟乘务员他们都有错。1比1掉去打和啊 ！OK， 好。先说乘务员，他既然在头等舱工作，是应该随时注意驾驶舱门外的情况的，确保不会有一些不相关的人出现。虽然我也明白有时候规劝客人啊，尤其那个是头等舱的乘客，他也不一定听你的。但在网上的资料没有写的那么详细，我也不知道实际上乘务员到底有没有注意到那个门外的乘客，有没有提醒他要回去座位，或是指引他去别的洗手间。但从结果上来看，这个乘务员确实是疏忽了。那回到机长的部分，虽然乘客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也不至于要到责骂他的程度吧。这个事情看上去是挺严重的，但事实上不是啥也没有发生吗？那个乘客应该也只是一脸尿急的看着机长吧？那为什么不先解决当下的局面，等落地了以后才去跟乘务员算账呢？其实机长呢是可以把乘务员叫来，然后把乘客锁在洗手间，是盯着乘客进去洗手间，然后门锁好，他就可以安全的进去驾驶舱了。或是他可以先去厨房喝点饮料啊，找空姐聊聊天啊什么的，等那个乘客去完了洗手间回去座位，他就可以安全的回去驾驶舱了。等落地了以后，你再去骂，再去打小报告，也没有人会怪你啊。看，有这么多解决的方法，那个机长呢，实在是没有必要在空中就发起这个火来。在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，我忍不住好奇心，上网去搜了一下这个航空公司，不说还好，一搜才发现，原来这一种瓜不是第一次了，是个惯犯。东海航空之前有一名驾驶员在飞行途中擅自允许一名女乘客，就是他老婆，进入驾驶舱，这可是严重的违反飞行安全规定的。大家可记得1994年的俄罗斯国际航空593号航班吗？这是因为那时候副驾驶邀请他的孩子进去驾驶舱，然后孩子不小心碰到了一些键，解除了自动飞行模式，结果飞机就在西班牙坠毁了。每个国家对于谁可以进去驾驶舱呢，都有不一样的规定，但基本上离不开以下的几种人：一是机组人员，2是监察员或是民航局委任代表，3是得到机长的允许，并且对安全飞行有帮助的人，比如说飞机的工程师。最后是经机长同意，并且有合格证持有人特别批准的人，比如说是其他公司的机长等等。驾驶舱不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来的，但如果你是个航空迷，真的很想去驾驶舱看一下，又可以怎么办呢？其实你是可以向机组人员申请，看能不能在飞机落地了以后才去驾驶舱看一下。如果那个班机不是赶着要立马就飞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接受你的申请的。那在飞行途中进去就不要想了，没可能的，除非你跑去当机组人员。虽然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事件挺 ridiculous， 挺好笑的，但想得深一层哦，其实这个航空公司也挺可怕的。我当在网上随便一搜，就搜到至少有3起有关于他们驾驶员不好的新闻，令我不禁的质疑，东海航空到底是怎样训练他们的驾驶员呢？他们的员工有没有足够的专业去完成他们的工作了？要是再有这样不好的新闻出现的话，大家还敢搭他们的飞机吗？反正我是不敢的。航空安全不是儿戏的事情，希望东海航空能够不止惩罚他们事件中的员工，还要加紧的培训员工的专业性，希望不要再有下次的事件发生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搭过东海航空呢？有的话，搭乘的体验又是怎么样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，还要点赞这影片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接受更多航空的资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。